福建的闽台园博物馆收藏着一口大钟，看似平常，却是镇馆之宝。它铸造于清道光17年，上面铸有鹿港礁以及它的所属会员美记号、建元号等46家商号名称。这些商号都是与台湾彰化鹿港通商的泉州商行。礁是个在历史文献中极其罕见的名称，今天只有在台湾和闽南的一些寺庙、古建筑和碑刻里保留着它的印记。杭礁主要是指的是从事海峡两岸贸易的商业团体或商人团体。行就是商行，礁类似于今天的同业公会。礁是闽南商人所发展出来的商人的同业公会了。那礁的成员就是礁商，我认为它是包含2种人，一种就是大陆商人，一种就是本地的商人。两岸礁商的往事有不少传奇。200-300年前，海与岸就在这一带连接，长长的一排码头依次排开。这一带是官方规定的来台湾的正口。正口指的是厦门，只有厦门这一个港口，而厦门港口里面呢，又包括了很多的渡头。当时不叫做码头，当时叫做渡头。厦门当时的渡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的。古渡头边的老街也曾经有过一段梦幻般的岁月，人声鼎沸，传来传往，汇聚这里的各路商家与海为邻，将各种货物从这里运到对岸，买卖兴旺。而台湾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贸易目的地。台湾跟厦门属于清朝的政治权力最后到达的地方，所以把厦门跟台湾合为一个行政区。那么当时呢，作为正口指定厦门对住鹿耳门，整整经过了100年。从康熙23年到乾隆48年，厦门与鹿耳门单口对渡，独揽两岸往来贸易整整100年。台南民权路这个人孔盖下，曾有一口古井，名叫大井，这一带因此名叫大井头，是台南最古老的渡头。大井头紧靠海边，对岸的船只驶进鹿耳门后，人和货改换小船过台江内海，近岸水浅，得换上牛车淌水而过，在大井头登岸，踏上台南的土地。这是台湾被清朝收归版图第10个年头的台南图景。大井头往东已经形成一个街市，十字街周围商铺连排，挑担叫卖的小贩都聚集到这里。衣店、鞋店、帽店、米店。这座商行建在海岸边，囤积着货物。商人称货用的是大杆秤，应该是做跨海贸易的商家。台南赤坎楼展示的这些石坨，是台南礁商专门用于过秤米或糖的重磅秤砣。糖和米是那时台湾对大陆贸易最主要的货品。台湾蔗糖生产技术由明末汉人带入，台湾糖产量高，品质好，广受欢迎。这幅糖布图描绘的就是清朝台湾蔗糖的生产情况。台郡蔗糖由商人贩卖内地江浙各处，是台湾之大生意也。随着清初大批闽粤移民的到来，黄埔地大量被开发为水田，水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台湾很快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成为唐古之力甲天下的宝岛。台湾新开发土地土壤非常的肥沃，可以生产福建地方所缺的米，然后华中华北所缺的糖，
那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是运福建，要不然就透过福建再转运华中华北。福建漳泉地区粮食一向吃紧，而当时福建驻军至少10万，兵多米少，因此需要从盛产稻米的台湾征调粮谷，由官方分配给渡海的商船运往福建，这称为兵米或台运。那相对应的，因为台湾是新开发地区，那它的手工业不发达。那大陆呢，手工业已经是有几千年的这个知识积累，那这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区域分工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这边的很多民生百货又需要大陆供应。这类在今天的市场上日趋冷落的传统行业与商品，当年则是移民浪潮汹涌而至的台湾最为紧缺而急需的。当时我们从登双过来台湾，我们从大陆移民到台南，当时来的多半是孤家寡人一个，赤手空拳，所以各种的民生用品都缺乏。吃的不要讲，光是耕田用的农具的打铁啦，等整各方面的东西，甚至连最基本的砖块、土砖块或者所谓的这个我们拜烧的金子银子，几乎你可以想象到的，都从大陆进口。那谁负责进口？就这些胶山，它从大陆运到台南，然后再分散到岛内各个市场。台南汤德章纪念公园一带，曾有一片很有名气的建筑，称作一风亭。一风亭主人林朝英是一位商人。这是林朝英的自画像，被誉为清朝时期台湾水准最高的肖像杰作。林朝英于乾隆4年出生于台南，他的原乡在厦门板尾村。林朝英呢，也有到过祖家来过，回来祭祖，带了一个匾过来，叫数典不忘，就是说不要忘记大陆的祖宗。那么现在这个新版是1987年，他的后裔又带过来。林朝英的祖辈都是做生意的。康熙32年，林朝英的祖父林登榜渡海到台南经商，他算是清朝台湾的第一代商人。林登榜在府城岭后街开了家布店，名叫元美号，从此在台南创业立足。林朝英才华横溢，却考运不佳，屡试不第。但元美号在他的经营下则达到鼎盛。林朝英在台南做生意，主要是做大米呢、布匹啦，搞运丝，从大陆这边运到台湾去。他这个人呢，很乐意做好事，文学很好。他的书法也写得很好。一个经商之人，书画却如此豪放脱俗。林朝英是台湾清朝统治的时候首席书法家，大生意人，又是一个读书人。台南开元寺留下了林朝英的多幅手迹。山川门边这2幅竹叶体楹联尤为奇特。这座建筑始建于明郑时期，乾隆年间，台湾知府蒋元枢将其扩建为台湾最大的佛寺。他们甚至为这位知府建了一座生祠。蒋元枢，江苏吴中人，乾隆40年由泉州厦门同知调任台湾第38任知府，时年38岁。林朝英比他小2岁，两人气味相投，成为至交。他们2个人分别担任过雍正的大学士、乾隆的大学士。台南郡城因这位2朝内阁宰辅后代的到来而发生巨变。蒋元枢在台湾台南待了3年又2个月，
它真的叫疯狂，这2个字来形容疯狂的建设。台南郡城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大建设时期，单单寺庙就有10多座，4.5庙、城隍庙、开元寺、孔庙，台南因此有蒋公子建748庙之说。他带来了将近100多位泉州的石匠的师傅，日以继夜的一个庙宇一个庙宇，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公共建筑，庙宇就是公共建筑。但绝不仅仅是修建庙宇。从蒋元书编绘的这本图册可以看到，他的工程涉及台湾的1府4县，涉及民生、军政、文教的各方面，一下子展开这几10项建设，可是要投入非常大的资金。蒋元书捐出自己全部收入，也是杯水车薪，而他又没有动用官府财政，那么钱要从哪里来呢？封神庙前这4方乾隆43年的石碑，是为表彰台湾郡城各项建设的捐修者而立的，上头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数百个名字，虽然已经模糊不清，但还可以依稀辨认。排在第2位的是林朝英，仅列于台南老举人陈明标之后，这显示林朝英是出了大力的。这几方碑记可以说明，蒋元书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全民投入的台湾建设运动，而商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石碑上有许多商行的名称，包括了10多个交，其中以北交苏万利、南交金永顺和唐交李胜兴最为著名。北交苏万利、南交金永顺、唐交李胜兴，这是最早成立的3交集团。苏万利、金永顺和李胜兴都不是人名，而是商号。由他们组成的台郡3交是台南商界的共主。行交的形态大概在康熙、雍正的时候已经形成，但形成集团，如果从文献上看，北交先，他是在乾隆28年的时候，用北交的名义出资修建水仙宫的神像。北交由20多家商行组成，做厦门以北到省城福州，甚至远及宁波、上海、烟台、天津乃至东北牛庄的生意。南交由30个商家组成，负责配运金、厦、漳泉、汕头、南澳以及香港的货物。糖交顾名思义做糖的生意，糖交商人基本垄断了台湾蔗糖的收购。此外，因为他们还承担了台湾南北各港口的物资批发配送，所以又被称为港交。交商的船队，其船皆漳泉妇人所造，南至南洋，北济宁波、上海、天津、牛庄，贩运之力颇操其意，故郡中商务一时称盛。台南府城随着对渡贸易而兴隆发展。当年弥漫着清音雅乐的南馆活动中心和巨商复古出入的商贸总部，如今被嘈杂的菜市场所包围。而那座气势雄伟的水仙宫大庙，如今也仅剩下一个前殿，但庙内依然祭祀水仙尊王及一帝两王2大夫，也就是大禹、项羽、伍子胥和屈原、鲁班，这都是与水有关的中国古代著名人物。行船走水的商人将他们视为水中的神仙，可以保护自己航海平安。
嘉庆元年，三郊在水仙宫内成立联合总部，取名为三义堂。直到三义堂的时候，就是三郊全盛时期了，直接就在水仙宫的后面就成立那个总办公室嘛。他们发号施令的话，也是从水仙宫这边出去嘛。水仙宫三义堂，多少关于府城地区的商贸、祭祀、公益等等的决定，就由三郊在这里运筹商议而成，甚至包括组织民间武装抵抗海盗侵扰的军事行动。所以三郊他那时候商人对这个府城的安全维护它是蛮重要的，可以说它这个城门也大部分都是三郊逐步来把它建起来的。你像外面的铺桥啦、造路啦，什么大部分都是三郊出钱出力。接官亭边曾有一座安澜桥，如今已经淹没在马路之下，当年则是进入府城的第一座桥梁。乾隆19年，由北郊董事向交行募款重新再造。乾隆39年，北郊苏万历再修，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同治4个朝代，110年间5次修建，全是台南商号出力出资。道光10年，台南大天后宫有一次重修，三郊的强大号召力可从这块碑中看出。台湾的军政文武最高长官全部捐了款，而府城的各街道商家几乎全部参与。这个石鼎美不同一般，它是嘉庆、道光年间台南交商领袖石石荣的商号。石石荣是泉州府同安县人，嘉庆2年19岁时渡台，受雇于元美号学做生意。他很幸运，元美号的大老板是林朝英。林朝英大石石荣整整40岁，他对于这个年轻人应该是相当赏识，并悉心栽培，以至于若干年后，石石荣自立门户时，将其商行取名为鼎美号，蕴含着鼎成元美之意。石石荣到来的时候，正逢台南商贸进入5条港时期，台郡三郊合力出资，在府城大西门外开辟了5条运河，形成5个港口，像手掌的5指，把握着府城航运和商业的脉搏。当年5条港一带繁强林立，商贸云集，歌楼酒肆热闹喧嚣。年轻的石石荣在5条港很快脱颖而出，他经营糖米和船运，不到30岁就名列府城三郊职员。在台南几度遭受盗匪侵犯的危急时刻，他勇敢地站出来组织防务，对府城的公益事业也多有奉献。他创建了台南第一所育婴堂，也就是收容弃婴的机构，存活婴命不下数千。育婴堂地点就在今天这座郭综合医院。医院下方的建筑是石石荣的宅邸石鼎美古厝，建于道光23年，石石荣65岁时。当年的豪宅如今只留下一小块空间，虽已铅华褪尽，但从建筑的局部依然可见昔日风华。房子落成当年，石石荣第4个儿子石耀宗高中举人。厦门五缘湾边的板美村是石石荣的故乡。在儿子石耀宗中举之后，石石荣曾荣归故里板美村，花巨资盖了这座与台南石鼎美大厝一样格局的代夫地，以光宗耀祖。台南首富建的大厝，以至于后人传说正厅之下埋着宝贝。这个砖是挖破了，这个我不懂。那小时候听老人家讲，以为下面有宝贝，给它挖起来是看到下面2块针。没有宝贝，挖出来的就是普普通通的2片方砖。就是像我们现在
申请执照一样，这个是给土地公的。原来是一份盖房的阴契，以落籍台南的石石荣向家乡土地公申请一块地基，期望永为子孙福业。泉州府同安县21都，奉任大夫石石荣，长男耀端，次男耀灵，四男举人耀宗，六男生言耀清。石石荣的恩师林朝英却留下一段真实的黄金传奇。林朝英的故居益丰亭，在日据时代1907年被拆除，改建公园，立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塑像。施工人员在林朝英故居发现了大批马蹄形金块和珠宝。这笔意外之财使建设经费一筹莫展的台南会馆得以建成。林朝英还给台南留下了这道风景。他在晚年独立捐资1万元巨款修建台南孔庙，因此嘉庆皇帝颁赠了这座众道重文十方予以褒扬。嘉庆21年牌坊建成的第2年，78岁的林朝英安然过世。从台南鹿耳门往北约120公里，是中部彰化县的鹿港。这里原是马芝林社的聚落所在。鹿港这个名字大概与这里曾有许多鹿群有关。康熙58年，泉州人施世榜筑成八宝圳，彰南平原得以浇灌，因此带动了中部开发。鹿港于是成为台湾中部的米谷集散中心，人口日繁。台湾的这些各个地方的港口，它之所以兴起，因为当台湾每一个地方只要一开垦，它就需要一个港口来跟对岸大陆交换物资。鹿港对岸是泉州，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涨潮声中万国商的景象，使得这一带的百姓渗入了善于经商、勇于闯荡的基因。在厦门与鹿耳门单口对渡的100年间，泉州口岸不属于官方指定的正口，但如同渡台禁令无法阻拦民众私渡一样，泉州与鹿港之间的民间私渡贸易早已是风生水起，形成难以阻挡之势。在此背景下，清政府批准福州将军永德的奏请，增设泉州、酣江和鹿港为正口。乾隆49年开放酣鹿对渡。酣江地处泉州湾，从酣江到鹿港需要1天1夜的航行，是闽台两地海上直线距离最近的2个港口。开放酣鹿对渡后，清政府在这里设立了酣江海防厅，统辖泉州1府5县的渡台事务。当年颇具规模的酣江海防厅官署，如今只剩下这块残碑，它被称为酣鹿对渡碑。酣江为泉州总口，也就是说泉州府的所辖的这个范围里面，所有的对台航线从酣江到鹿港的，通通在酣江这个总口来集中。酣江跟鹿港远隔台湾海峡，它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旗士入宅港，也就是说大门跟庭院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一家人的关系。每年端午节，泉州酣江的海面上就会出现这样热闹欢腾、水花飞扬的场面。这是酣江海上泼水节，是当年酣鹿对渡的繁盛景象所演化出的一种泉州民俗。
这个民俗已经被列入大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鹿港这条中山路，最初是嘉庆年间由鹿港交商所建的五福大街。当年是台湾最长的商业街，街上商店鳞次栉比，加盖着防晒挡雨的顶棚，行走其中仰不见天，因此被称为不见天街。鹿港老街当时就在海边，街边的每一栋房屋都蕴藏着一部交商往事。这条就是早期的船头行啊，船头行。啊，阮的店名在河行，迄是按长山过来去的一个堂号。长山过来一个堂号。对。福建乡啊，晋江关啊，摇南乡过来的啊，所以这条街的这个街名叫姚林街，因为拢家己的所在啊，用祖籍地做街名的。我们是福建泉州。福建泉州。对。啊，来家是嘛是做贸易的吗？对，我们泰族以前哦，我们在这边是开船头行，我们等于是贸易，等于是我们台湾的货那个龙潭民载光去那边，然后那边沿海的那个砖啊，那个湖山啊，还有那个青朵石载过来台湾做建筑。像我们这个房子哦，我们对面这个房子后面大概100年至120年前是大海。我们那边大陆有一个义和行，那台湾有一个义和行，就两边做贸易。以前那个大陆来的船商的人就是来到鹿港就要来到楼上，先来做点那个货品的先记录，然后这个门都可以打开。他们这下了船之后要先来点货，然后要对账，然后对完账之后再到仓库把货品就上船。然后一涨潮就开出去。啊，拢位大陆倒位来？拢泉州来，鹿港拢泉州的啦。啊，就来遮建设，啊，就落开店啊，船头行啊。这个伊是这个是生理场。啊，四只边四福如意。四福如意。嘿，一个古钱圆，安尼叫做讲。细圆要变大圆，财源滚滚，财源滚滚啊！安尼哦，这年年有余啊！啊，中这就是开花富贵。鹿港开为正口后，商贾林立，其中最大的有8个交行，称为鹿港8交。嘉庆19年，鹿港8交及地方士绅对鹿港这座年代最早的天后宫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工程结束后的嘉庆21年，镌刻了一块重修鹿溪圣母宫碑记。鹿港出现了8交，年代最早的8交一应俱全的名称就从这块碑文里面开始哈。所以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跟泉州做生意组织的商业工会叫做泉交，跟厦门叫做厦交，做杂货店的叫做港交、油交、糖交、布交、榄交跟南交。所以这个是鹿港8交最早出现的一个史料。鹿港泉州街这栋建筑是当年泉交领袖、鹿港首富日茂行所在。日茂行的创始人名叫林振松。晋安嘉兴湾，后是谢德堂。迄摆的时阵，伊林振松的要过来台湾，要来发展哦。可能伫大陆的时阵，迄摆因可能是经济无讲真好啦。咱人就是经济无真好，毋才会想讲要来向外发展。啊，所以阮迄摆有到伊趁着钱的时，阮头前有一块白写后无当主啊。迄就是虽然伊来台湾趁着钱，伊嘛要实说讲了解讲，阮是伫大陆营过啦。鳌指的是鳌城，也就是姑嫂塔下的石狮永宁镇。林振松是永宁西门外人，他是家中的独子，12岁那年父亲过世，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少年林振松早早的就在鳌城老街上开始做生意养家。
大约在乾隆25年，已满30岁的林振松渡海前往鹿港经商。他刚到台湾的时候，他主要做的是食盐贸易，卖盐，做一些小贸易。后来发展到拥有自己的船行、船队。林振松经营日贸行20多年后，清政府开放鹿港与汉江对渡，两岸贸易往来骤然频繁，林振松的生意更是风生水起，在交行遍地的鹿港一跃成为首富。乾隆53年，母亲卢氏过世，林振松回乡奔丧，之后便留在故里。鹿港日贸行的经营交由3儿子林文俊接手。林文俊早已协助父亲在鹿港经商多年，是个生意高手。阮这个伊临品的时阵，伊的事业嘛是演讲差不多做全省的啦，是做全省的，毋是干那讲伫鹿港伫咧发展尔啦。你一个航运公司300外只船、商船，一定伊所入来物件嘛是会畅销全台湾啦。林文俊经营32载，更将日贸行经营的极其红火，远近驰名。日贸行它现在所在的位置前面早期就是鹿港的海边。那从大陆泉州过来鹿港的时候，船只要进来鹿港溪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房子就是看到鹿港的日贸行。日贸行它的建筑的前层铺了很多的泉州石、花岗岩，这个也是早期的压舱石。来到这里所铺设的一个前程。这石亭就是咧做戏的啊，石鼓就是咧搭戏台的，搭戏台才去带家族咧看戏。林振松的老家泉州石狮永宁西门外也有一个日贸行。阮这入庙的，总是10块大厝啊，真多啊，讲袂了。以前的业山真多。永宁日贸行祖屋顶梁上曾高悬着一个圣旨盒，林家后人奉为至宝。咱也袂晓，咱会晓保管这物件，唔知影内底历史。2道圣旨是嘉庆6年嘉庆皇帝颁赐给林文俊的父亲林振松和祖父林攀之的。他们都被诰封为奉直大夫加6品知县，而2人的妻子也都被封为宜人。因为有了这个诰封，交商林振松和妻子蔡氏都穿上了官服。日贸行林家被朝廷所器重，相信跟几起历史事件有关联。乾隆51年，林振松率儿子和侄儿组织义民军，协助清政府平定林爽文事件。嘉庆14年，林振松的儿子林文俊又协助清军征剿侵犯鹿港的大海盗蔡牵，据说救活难民数以万计。林文俊因此被赐以4品官衔。日贸行的家族，他们经商有成之后，开始参与了鹿港地方的这个公益事业。举凡鹿港的龙山寺、天后宫、鹿港的文开书院，都是有日贸行这个祖先他们大力的参与，然后捐了很多的钱。日贸行执掌鹿港全交长达3代60余年，鼎盛时期全交成员多达200余家，全交总部依然存在，就在中山路这座骑楼内。房子已经易主，剩下了几间作为全交后代的慈善基金会，供奉着海神妈祖。光线幽暗，建筑陈旧，但隐藏在老匾额里的交商历史却很波澜壮阔。这块匾是嘉庆11年来台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颁给的，那正是大海盗蔡牵侵扰台湾的严峻时期。此时获得海兵领袖的殊荣，可想而知全交为剿灭海盗、安定鹿港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鹿港凤山寺，这座香炉以及这口铜钟，原先都在鹿港万春宫内。万春宫是下郊金正顺的总部，也就是这座鹿港公会堂的前身。下郊专营鹿港和厦门、金门、漳州之间的生意，由100多个商行组成。道光中期，全椒领袖日茂行开始没落，鹿港首富地位被下郊首领陈克券所取代。陈克券出生于同安灌口渔福社，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嘉庆10年30岁时，只身来到鹿港。较早阮祖先初伫台湾的时就是卖一个小担的面担安尼啦。无忽然间看到一个腹肚真枵的人，看伊讲都无物件通食，直咧甲讲无要紧，无你若腹肚枵，算面来就你做你食无要紧，你有食一饱安尼。即个人来算来食真久，食煞我甲咱斗做工课安尼。一天的时，无张甲咱讲伊要回去伊故乡。传说临走前，此人送给陈克券一件小礼物，是一面旗子。结果的是，别人的船只若伫海上咧行，拢有海贼会来抢的。但是若即个鱼若真奇怪，就是拢计有海贼来抢。结果的是，才安尼知影就讲，原来即个鱼仔的主人就是较早的大海贼蔡庆。有人就咧甲咱暗号啥物，自安的时阵，祖先全安全花枝下的时阵，安尼全生意顺利是安尼做。类似的因海盗而发迹的传说，在台湾及福建沿海地区流传很广，版本很多。出身贫苦的陈克券何以成为巨富，给外界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能够确认的是，他到鹿港大约20年后，50岁时创建了自己的商号庆昌行。40年后，70岁时，用于公益和捐书的财富，已使他拥有五品官的头衔，并荣获当地官员颁给的艺高守圣匾。骏马书童相伴的这位人物是陈克券的长房孙陈其，算是一位交商，却更痴迷于诗文。他在金圣巷这座房子，是昔日鹿港文人骚客聚会的场所，名为11楼。11楼是适合讲10项琴棋书画花艺博演茶，适合讲就咱观赏月娘啦，观赏花啦，无就大家伫遮画线啊，唱歌拉曲，吟诗作曲，无就小读一下安尼因为你较早算时刻，人算五色人多伊嘛有诗人啊，有画图家。庆昌行的这座楼，则衍生出一段才子佳人的悲情故事。说是陈家公子对家中的小丫鬟尹娘生出情愫，却遭父母强烈反对。奋力抗争之后，两人终于得以结合。但婚后，陈公子却要渡海赴考。临行前，在天井栽下一棵杨桃树，让他为自己的爱情作证。不料陈公子一去之后，就没了音讯。尹娘苦苦相思等候，一树杨桃成熟了，尹娘却郁郁而终。故事属于民间创作，但部分内容属实。道光24年，陈克券的二公子陈宗煌渡海赶考，高中举人。这些交商其实在致富之后，其实都往科举方面，然后就变成一个兼具当然是从事商业，但是有兼具文人素养，而且是汉学修养的商人。在鹿港，由经商起家，再通过文教科举转型为士绅阶层的交商家族比比皆是。交商丁协元号便是以3代打拼，造就出一个进士门第。大有
9街的施敬义商号，其主人施渊举是个全交商人，也是个读书的贡生。而日茂行林振松的孙子林廷章、曾孙林训贤，叔侄俩未满16岁，就在同一年双双中举。从经济的鹿港转换成文化的鹿港，所以我们现在对鹿港的印象当然就是文风鼎盛。那你可以从生活当中食衣住行可以感受到那一种文化的气质。我是觉得鹿港是结合文人跟商人的最好的典范。文人和商人结合的典范，从这座鹿港龙山寺可见一斑。它被公认为全台湾最美的古寺之一。鹿港呢，大概有60几座庙宇，比较大的寺庙大概都是由日茂行他们共同发动，直接家行出钱出力把它建庙。鹿港龙山寺的严格呢，实际上也是从大陆分乡来的。这里是晋江安海龙山寺，泉州地区著名的千年古刹。这尊千手千眼观音像是用1根巨木雕成，佛身两侧雕塑1008只手，佛脸丰盈慈祥。台湾的5座龙山寺呢，都是从安海龙山寺分乡来的，都还展现出他们善男信女对观世音菩萨的一种信仰。他们的格局实际上是仿照安海龙山寺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闽南式的建筑，所以非常讲究精雕细琢。这座深具泉州建筑艺术精华的寺院，最初仅是一间街头小庙。乾隆51年，日茂行林振松与鹿港士绅许乐三将其迁建于此地。嘉庆年间，日茂行第2代林文俊主持扩建。道光9至11年，日茂行第3代举人林廷章又担任重修工程总理。鹿港泉下8郊以及100多家商号船户出力出资，终使龙山寺形成今天的恢宏庄严格局。龙山寺扩建完工次年，道光12年，鹿港非凡被列为彰化8景之一。鹿仔港烟火万家，舟车浮凑，为北鹿一大市镇。民间形容它是繁华犹似小泉州。由于港口淤塞，鹿港在清道光中叶失去中部两港的地位，结束了开放汉陆对渡以来60余年的黄金时期。但随着对渡贸易移植而来的中华文化及泉州习俗风韵，却已在鹿港落地生根。这条老街哦，你要怎么欣赏它呢？它就像欣赏我们东方的台湾人的那个面貌，那个美的感觉。为什么呢？它没有什么期限，但是越看越有人演，越看越漂亮。所以我们这条街严格说是闽南建筑，闽南建筑就不华丽，但是你要看它的一砖一瓦的用心过程。继开放汉陆对渡4年之后，乾隆53年，清政府开放福州五虎门和淡水八里笨对渡，由此形成北中南3个正口对渡的格局。道光4年，清政府再开放彰化5条港、噶玛兰、乌石港与福建沿海口岸对渡。历经140年时间，由厦门、鹿耳门单口对渡发展为5口对渡。大汉溪和新店溪交汇处的这块河岸地区，是台北万华，当年叫做艋舺。随着开放淡水八里笨和福州五虎门对渡，八里笨上游20里的艋舺，因水陆交通的便捷，大量的航礁云集于这一带，艋舺商贸日益繁荣，成为继台南、鹿港之后，台湾的第3座港口城市。
因此有一府二路三艋甲之说。韩教所带动两岸的贸易不断的扩大，所以我们讲一府二路三艋甲就是由这样而来的嘛。那这所以也是代表一种移民的整个过程，也代表开拓过程，更代表了商业的兴隆的每个阶段的一种过程。艋甲的由来哈，它的发音是那个原住民的那个番州啊，就是那个独木舟啊，那个的原住民发音叫做 Manga， 就是很多独木舟聚集的地方。这个艋甲这个其实也是整个台北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起源啊。艋甲青山宫所在贵阳街2段被称为台北第一街，它原名番薯市。当年凯达格兰人驾着独木舟在这里与汉人交换番薯，因此得名。它是艋甲乃至台北最早的市场和街道。康熙48年，以陈赖张垦号为代表的泉州人开始了台北垦拓，随之大批的泉州人、漳州人接踵而来。乾隆3年，艋甲龙山寺建成，这是泉州3邑及泉州府的晋江、南安、惠安3县移民共同的信仰中心，同时也是艋甲顶郊的总部。那顶郊它又分成一个前郊跟北郊，那还有一郊叫下郊，就是跟厦门做生意的下郊。那下郊就所谓的厦门同安人。郊已经成为移民社会的主导力量，甚至决定着一座城市的兴衰。咸丰3年，顶郊与下郊发生惨烈的械斗，这就是顶下交拼。之后，北台湾最繁荣的城市艋甲逐渐由盛转衰。顶下交拼的剧痛中，却又催生出一座新兴的港市——大稻埕。本来北台的最重要的商业重镇是艋甲，那大稻埕就因为茶叶在这里加工跟交易，然后造成呢，它变成是北台的第一重镇，超越了艋甲。那到清末的时候，它就变成台湾第2大的港口城市，仅次于台南府城。清末光绪年间，艋甲和大稻埕之间的地带诞生了一座台北城，而台湾也从五口对渡发展为全面开放、自由通行。随着2个人物的先后到来，台湾走进清朝时期最后20年的黄金阶段。清道光19年，福州府侯官县教书先生沈廷峰家双喜临门。8月，沈廷峰19岁的儿子沈葆桢中了举人。而这年正月新年里，沈葆桢迎娶了小他1岁的表妹林普琴。婚礼上，一个重要人物没有出现，他就是沈葆桢的岳父和舅父林则徐。此时，林则徐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广州查禁鸦片。虎门销烟的壮举，使得在中国泛滥成灾的鸦片走私贸易一时间得以遏制。但英国的炮舰随即开进了中国沿海。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国惨败。禁烟英雄林则徐成了戴罪羔羊，被革职发配新疆，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以及五口通商章程。古老的中华帝国终于被列强的船坚炮利轰开了国门。
1858年到1860年，清朝又经历了第2次鸦片战争，遭到更为惨重的失败，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这2个条约的这个规定之下，台湾要开放北部的这个淡水，还有南部的这个安平这2个国际贸易港。从1860年到1863年，先是淡水和安平，而后是被列为附属港的基隆、打狗相继开港。台湾开港之后，4个口岸相继设立了欧洲人掌控的海关。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和冒险家纷纷来到台湾。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马雅各在1865年6月从南部的打狗港登陆，进入台南。他在台南鼎新街一带租了一间房子开医院，行医之地，同时也是他传教的场所。马雅各于是成为台湾基督教第1位传教士和台湾的第1位西医大夫。在行医和传教的所经之处，马雅各亲眼目睹了鸦片在台湾泛滥的情况。他很难过地说，他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开港通商后，鸦片成为合法商品，而台湾受害更甚于大陆。鸦片进口数量占台湾进口总值的60%到80%。那时台湾人口约200万，吸食鸦片者估计达50万人之多。开港之后，我们赚了很多外汇嘛，那赚的那些外汇当然也很可惜，就是说花很多钱在买鸦片上。马雅各医生回国后，立刻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对英国政府鸦片贸易的运动。1871年4月，马雅各从厦门带来了一位英格兰老乡，他叫约翰·汤姆生，是个卓越的旅行摄影家。他们在打狗港上岸，在马雅各的安排下，汤姆生在台湾有了6天的摄影旅行，共拍了40几张照片，留下高雄和台南一带的风情，以及台南西拉雅人的群像。这是台湾最早的影像记录，弥足珍贵。汤姆生的镜头同样留下了大陆内地的影像。饱经忧患的古老中国，已经显露出一丝变革求新的迹象。一场洋务运动正在悄然推进，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大陆的近代化开始蹒跚起步。这是汤姆生去台湾之前，1870年底在福州马尾拍摄的照片。汤姆生把这里称为中国的兵工厂。这里是马尾船政，是大陆第1家近代化的造船厂。它在1866年由洋务运动重臣、闽浙总督左宗棠所创办。但船厂的蓝图刚刚画好，左宗棠被调任陕甘总督。由谁来继承这份船政大业呢？左宗棠三顾茅庐，力邀林则徐的女婿、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出山。沈葆桢奉旨出任船政大臣，在短时间内就在马江之畔建起了这个占地600亩、设备齐全、规模堪称宏大的近代化军工企业，当时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除了造船，更重要的目标是培养人才，因此在马尾创建了福建船政学堂，分为驾驶和轮机2大专业，聘用外国教师传授造船和航海技术。这是大陆第1所近代海军学校，培养出近代大陆的第1批海军高级将领、军工专家和知名的知识分子。1868年1月18日，沈葆桢主持了船政第1号轮船万年青号的龙骨安放典礼。
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在这一天动工。就在这15天前，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取消幕府制度，恢复天皇的统治权力。日本由此开始了一场近代化政治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日本历史的这件大事，暂时还看不出与台湾乃至整个大陆有何关联。明治维新开始之时，台湾正处于开港初期的阵痛之中。1868年11月25日，台南安平遭英国2艘战舰炮轰之后，被英军占领。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位名叫毕麒麟的英国商人走私樟脑被官府查扣。这个事件因此被称为台湾的樟脑战争。最终清廷做出让步，签订了樟脑条约，英国得以控制台湾的樟脑资源。樟脑用途广泛，是无烟火药和赛璐珞的基本原料。19世纪的台湾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樟脑出产地。1860这次的开港所拓展的国际市场，造成台湾的对外出口品，最主要就是茶、糖、樟脑。茶叶、樟脑还有糖，那时被称为台湾三宝。1860以后，樟脑的产值占不到4%嘛，那糖是占36%嘛，那这个茶出口值是占54%嘛，茶变成是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品。台湾原先不产茶，按照连横台湾通史的说法，清嘉庆年间，一个名叫柯朝的人从福建引来武夷山的茶苗，栽种在台北的婕妤坑，从此茶叶开始在北台湾互相传植。但后来发现的古契约表明，最晚在乾隆末年，台北的木栅深坑一带，闽南移民种植茶叶已经相当普遍。从18世纪末期开始，茶叶逐渐超过了传统的丝绸和瓷器，成为国际市场最为抢手的中国商品。1860年开港之后，已有近100年种植历史的台湾茶叶开始风生水起。这里是台北大稻埕，一个因茶叶而崛起的港市。在台北盆地的开发史上，大稻埕周边的新庄、艋舺等地已形成热闹的市镇时，这里还是一个人烟寂寥的地方。大稻埕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一块晒稻谷的大场地。1851年，同安籍移民林兰田为了躲避海盗，从基隆搬到此地，新建了3间闽南式建筑，做点小买卖。大稻埕于是有了第一家店铺。严灿成阿公的祖上应该是大稻埕最早期的移民。4代前的伊祖先移民过来，原籍泉州府东安县二来乡淡化里福来乡啊，这盐山啊，来台湾的开基组啊，出过台湾台北府大酒店。大稻埕开基祖严山在咸丰3年过世。7年后，严山的儿子严珠到台南开办了一家正发茶行。严灿成阿公是正发茶行的第4代传人，卖茶已经70多年。从小学会的这套传统的包茶手艺，一辈子没变。
现在年老手慢了，但那份精心依然如故。正发茶行开张的1860年，英格兰宝顺洋行商人陶德来到台北。陶德本身是要收购台湾的樟脑，但是陶德他又发现到台湾有另外一种产业，绿色的黄金，就是茶叶。此时台北的山地已出现连片的茶园，做两岸茶叶生意也已经不止正发茶行一家。陶德看到了商机。6年后，陶德再度来到台北，并带来了一个厦门人。厦门以及福州，在1842年被列为5口通商的2个口岸之后，成为当时大陆的2大茶港。而台湾的出口茶几乎都运往厦门加工，再转口外销。他叫李春生，1838年出生于厦门，儿时家境贫寒，靠父亲摆渡为生。14岁受洗成为基督徒，在教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之后开始经商，继而成为洋行买办，主要就是替洋人做茶叶生意。1866年，李春生前往台北，出任陶德的宝顺洋行总办。李春生替陶德从福建茶乡安溪引进一大批优质茶苗，让台北木栅一带的农民栽种。他跟农民讲：“我借钱给你，好，你去来做耕种这些茶树，但是你收成之后呢，我保证收购。”所以呢，就带动了台湾北部的很多种植茶叶的风气。那到了1869年，有21万斤的佛摩萨乌龙锭从大稻埕加工，然后从淡水出港。这是陶德与李春生联手做成的一单大生意。台湾茶叶第一次直接出口外销，卖到了美国纽约，造成大轰动。台湾茶一鸣惊人，大稻埕这片茶叶从此开始兴盛。大稻埕5号水门这一带是清末台湾最繁忙的茶叶港，一年四季都有船从5号水门这边淡水河出口到，包括除了欧美之外，还有销到福州再去加工，甚至销到东南亚。大稻埕的迪化街现在是经营土特产的年货一条街，但当年这条街道四周遍布的是中外茶行，大稻埕茶香飘逸，一派繁荣。那时候很多福建的一些公司呢，他就到大稻埕这边来设工厂。全盛时期呢，大概有200多家的茶厂。有记茶行是当年大稻埕几百家茶行少有的遗存，已有100多年历史。我们家的祖先历代是世居在福建安溪的姚阳乡，你知道姚阳乡是中国铁观音的故乡嘛？哈，那历代就是种茶为业。台湾茶开始崛起，因为那时候我祖父移居到台北大稻埕来，我祖父叫王孝景。还有安溪人魏晋时、王水井、张乃妙，一批福建顶级的茶师，在清末先后到了台北。他们创制出的包种茶，大大提升了台湾茶叶的品级，更为台茶赢得世界性的美誉。基本上，那个早期我们的制茶工艺都是源自福建，包括我们的制茶师傅都是从我们老家传承过来。所以那福建的很多的这个产茶的资本啦、技术啦，包括采茶的这个女工啊，都陆陆续续移到这个台湾来，协助这个台湾茶叶的这个扩张。有些论述说，这个开港之后，两岸关系就淡了。我说不对，开港之后，两岸关系反而加强。籍籍无名的大稻埕就这样因茶叶而崛起。它四方杂处，十里繁华，超越了艋舺，成为台北的第1大港口市镇。大稻埕人气日益居攒，霞海城隍爷1年1度的绕境巡游，也就逐渐成了北台湾
最为盛大的民俗景观之一。清同治13年，沈葆桢可以松一口气了。船政圆满完成了首期任务，船厂造出15艘蒸汽轮船，船政学堂培养出大陆第一批海军人才。朝廷为此专门颁发了船政成功金银牌，以示表彰。8年来，为了这份船政，沈葆桢可谓殚精竭虑，以至于病痛缠身。而几个月前，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林溥琴病逝，更令他身心备受重创。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5月14日，朝廷下达紧急谕旨，令沈葆桢以船政大臣的身份带领船队前往台湾巡视。因为清廷得到消息，日本有出兵侵台的企图，几艘日本兵舰已经从长崎开往台湾。日本呢，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就增强了，它要向外扩张。当时的这个有南进、北进两派，北进就要去打韩国了，打那个满洲啊，南进嘛就上面琉球啊，就打台湾。琉球位于台湾与日本鹿儿岛之间，与福建省隔海相对。从明朝起，琉球就是大陆的藩属国。明洪武5年，琉球开始向大陆称臣入贡。由明到清长达500年间，历代琉球国王均由中国皇帝册封。1609年，日本鹿儿岛的萨摩藩以武力迫使琉球国向其进贡，造成琉球一国两属的局面。琉球固然是作为中国跟日本的藩属，但是它还是个独立主权国家。家。1871年11月，琉球国宫古岛一艘朝贡船遇到飓风，漂流到台湾琅礁半岛东海岸的八窑湾。船上69人，除了溺死3人外，其余66人登岸后误入琅礁牡丹社，因语言障碍沟通不畅而发生冲突，被高士佛社原住民杀死54名。其余12人在保利庄庄长客家人杨有望和邓天宝的救护下保住了性命。杨有望他们合资合力，又把埋在那边的54个尸体移到这边来，重新埋在这边。杨有望等汉人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杨有望又让儿子将12个获救的琉球人护送到凤山县官署，再由台湾府派官船转往省城，安置于福州琉球馆。福建当局对他们给予抚恤，隔年6月安排船只将他们送返琉球。这个事件被早已蓄谋吞并琉球、侵占台湾的日本政府视为千载难逢的时机。1873年3月，以中日修好条规换约，喊参加同治皇帝亲政大典的名义，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率团来华，就琉球船民事件向清政府进行交涉。琉球国它不是日本国的领土啊，日本无权的代琉球来交涉，但是日本呢不管这套，他就以此为借口呢，跟清政府交涉。这个交涉呢，并不是真的交涉，是为了什么呢？他是要先礼后兵，为的是这个兵。日本文献承认，副岛前往清朝换约和敬业皇帝，都只是名义，实际上是为出兵台湾而动用的计策。日本外交使团有个美国人，名叫李先德，他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1872年10月辞职返美，途经日本，被日本政府以高官厚禄留在了外务省，成为日本发动侵台之役的灵魂人物。李先德是个台湾通，他因为处理1867年美国商船罗妹号船难事件
而多次进入所谓生番禁地的琅礁，私自与琅礁18社总头目签订了船难救助条约。李先德由此构想出台湾番地无主的理论，并待价而沽，将其兜售给富岛种臣，为其正在筹划入侵台湾的日本政府及时提供了出兵借口和一整套征台策略。李先德还将其精心收集绘制的台湾情报以及地图献给日本政府，日军从而获得进犯台湾的第一手资料。做足了外交和军事上的准备后，日本侵台的牡丹社事件终于爆发。屏东县车城乡社寮湾，从1874年5月7日开始，侵台日军陆续在这里登陆。3艘兵舰、5条运输船，总兵力达到3600人。总指挥是陆军中将西乡从道。5月29日，获知日军已侵入台湾的消息，清廷10万火急下达对沈葆桢的新任命。清廷大臣了，就等于说是台湾事务的军政全权交给了沈葆桢。面对这场海疆危机，沈葆桢与福建当局联合上奏，提出联外交、除利器、除人才、通消息等4项保台应急举措。1874年6月14日清晨，在马尾船正天后宫举行了隆重的出海祭典仪式后，沈葆桢一行分别登上马尾船正自造的安澜、飞云、福波3条军舰，出巡台湾。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战场，叫做石门战场。石门是通往牡丹社的天然隘口。1874年5月22日，进山征剿的日军中队150人，在这里遭到牡丹社和高士佛社的激烈抵抗。武器，人家的精良，我们都比不过啊，所以他是有必死的决心。如果这个大头目啊，跟他的长子就当场就阵亡。日军攻破石门后，再出动1300兵力，分3路进攻，烧毁牡丹社，陷落高士佛社。琅礁18番社大多被日军的武力威吓及物资利诱所降服。这是日军向琅礁番社分发的归顺保护旗。这是西乡从道。在出兵台湾前1个月，日本成立台湾番地事务局，西乡从道被明治天皇任命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台湾都督府开始兴建，地点就在日军登陆的社寮湾龟山脚下，包括军营、道路、医院等等，俨然是要建造一个殖民地的统治机构。看来日本人准备在台湾长久待下去了。6月22日，沈葆桢派出的谈判代表福建布政使潘卫、台湾道夏宪伦等一行到达这里。清廷确定了这次对日交涉的方针，就是予以情理或示以兵威。清朝代表宣读了沈葆桢亲自主稿的给日本国中将西乡照会，并颁出台湾府志，严正声明，包括牡丹社在内的琅礁18社早就是中国的领土。西乡从道则死硬咬定日方的观点，番地无主，不属于中国版图，因此拒不撤兵。这次谈判使沈葆桢意识到，予以情理是无法让日军退兵的。
势以兵威才是关键。一到台湾，他便巡查了台南一带的防务，但台中守备无一足以御外侮者，而沿袭了200年的班兵皆疲弱不可用了，这令他不免大失所望。所以他一边向总理衙门、向军机处这个求助嘛，一边向李鸿章发去私人的请求。那么当时他希望公家呢从南北洋各抽兵马，北边3000，南洋2000。李鸿章说呢，南北洋各调的话，这也不统一部队啊，军队也不好管，干脆调谁呢？调那个唐定回部，淮军唐定回部13个步兵营，6-7万人，调台湾来。接到李鸿章的来信，沈葆桢如久旱得灵，大喜过望。从李鸿章那里，沈葆桢还获得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这些救急军火由沈葆桢安排马尾船政制造的轮船及时运到了台湾，海口防务得以加强。船政8年的成果，在台湾临战状态下接受检验。8年间制造的15艘轮船，有12艘投入这场台湾危机的处置。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第1次出海巡航，尽管它还十分弱小。但沈葆桢的台海大调兵，如果没有这支舰队，是难以设想的。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中的一批精英被选拔出来，奔赴台湾。船政总监日意格等法国人也随沈葆桢到了台湾，带着一批船政学生画出了这幅台南府城街道全图。这是台湾第1幅以现代测绘技术完成的标有比例尺的城市街道图。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的精确度也非常之高。而这幅台湾府城与安平海口图，由魏汉、陈兆鳌等等6位船政学生独立完成。之所以花大力气组织测绘这2幅精确的台南图，是因为沈葆桢把台南府城当作设防的重中之重。在安平2鯤鯓的位置上画上了这个图形，边上以法文标注新炮台。这是台湾的第1座西式炮台，于1874年9月动工兴建。意在京城建筑的同时，在南部的打狗港4周，沈葆桢又着手建炮台6座，以固海防。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这座旗后炮台。按照沈葆桢加强台湾防卫的计划，除了修炮台，他还要购买铁甲舰、购买水雷、洋枪弹药，加上明省内地口岸设防，起码需要600万。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清廷咬牙一口答应，他们已经充分明白台湾的重要性。在台湾海峡设电线，以使两岸通消息，是沈葆桢极度重视的事。一到台湾，马上着手进行。第1步，计划铺设海底电缆，从北部的护尾铺到福州马尾。但最后丹麦承包商拿出的电缆线却是以旧充新，沈葆桢大为光火，下令不许迁就，工程也就因此耽搁了下来，留待10年之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到来。与日军旷日持久的对峙，沈葆桢难耐心底的愤激，他真想跟日军一战定乾坤，一套作战方案也了然于胸。待唐定奎淮军到来后，趁7、8月间的台风季节，狼教日军处于孤军绝援的时机，厚积兵力，趁着烈风暴雨，一鼓作气，合剿日军。沈葆桢本人呢，打算打一仗，不行就骂个国师啊。这沈葆桢自己说的。9月初，沈葆桢日夜盼望的淮军唐定奎部终于到了台湾。沈葆桢心情大为舒展，
台湾全岛的战备设防如愿完成，一时兵勇骤增，声势颇壮。狼礁的日军却已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当地瘴气流行，日军未战已先折损死亡500多人，病者不计其数，一直强硬的西乡从道已经一筹莫展，苦不堪言。1874年8月，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作为全权办理大臣赴北京谈判，以收拾残局。10月31日，恭亲王奕欣等10位总理衙门要员与大久保利通签订了北京专条，中方给付琉球难民抚恤10万两，另以日本在地所有修道建房，中国愿留自用的名义，给银40万两。日本于12月20日从台湾全行退兵。中国呢，等于是让步了，但是中国保住了这个主权。对于这个来犯者，你很简单的，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方针啊，没有教训他，这样的话留下后患。所以日本后来一再向中国挑衅，因为中国可欺呀。石门战场故地，牡丹乡人依然以他们原始的祭礼召唤他们部落先人的亡灵。台湾的这片山峰河谷是近代日本海外用武第一场战役的发生地。5年后，1879年，琉球成了日本的冲绳县。21年后，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割走了台湾。半个多世纪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要退兵的消息传来，福州公巷的沈家子弟盼着父亲早日归来，终于等来了父亲的一封信，言辞却不乏苦楚。倭兵去矣，善后愈难，人人皆图脱身，我委身任运转，不见其苦也。沈葆桢暂时还不能内渡返家，朝廷要求他继续留在台湾处理善后。善后就是创始，在台湾要重新要搞建设，那就要搞境内化。中日北京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沈葆桢就递上了这道奏折，指出以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他看到了台湾这个地位的重要，为了便于治理，他说巡抚啊，你不能光在省会里，你必须要到台湾去。在当时这一步的跨出确实偏大了些，反对声隆起。最后朝廷采纳了一个折中方案，巡抚半岁驻台，半岁驻闽。夏秋2季在省城，冬季春季驻台南。毫无疑问，这一制度的设立对10年后的闽台分治、台湾建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那段日子，沈葆桢有关台湾善后的奏折密集地呈递到朝廷，但在同治13年12月初5日，军机处1天内就收到沈葆桢的11道奏折。他希望废除台湾不准内地人民偷渡的旧例。他认为全台之力以煤矿为始基，建议大力开发台湾煤矿。他为淮军提督唐定奎等有功人员请奖，他为赴台的传正学生请奖。但就在这一天，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了，4岁的代田，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被扶上皇位。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这场猝然变故却没有影响清廷对台湾的关注。沈葆桢这批奏折在30几天内得以一一获准。天井里这株老梅树，据说是当年郑成功手植于他的住所的，沈葆桢特意将其移植到这里。
7月，丰收的季节，台湾山地原住民迎来自己1年1度的盛大节日——丰年祭，就像汉族人过春节。这是无日无夜、载歌载舞的狂欢节。他们以这种方式祭天、祭地、祭祖先。他们的祖先和汉人之间曾有过一段从矛盾冲突到逐步融合的历史交集。回想起来，或许百感交集，那就是从沈葆桢开始的开山抚番。长期以来的汉番分离政策，使得台湾东西部地区的发展严重失衡。西部基本完成了开发，但中央山脉以东的地区，也就是后山，还处于封闭原始状态，清政府的政令难以触及。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湾，就是以后山不利中国版图，乃无主之地为借口。那陈婉英一到那边就开始要开山五荒，他目的是把这个申荒啊，把它这个加强汉化，同时呢设立那个官吏来治理，那就不是无主之地了，所以要开山五荒。台湾东海岸，飞旋于西太平洋岸边的苏花公路，居高临海，在峭壁陡崖间蜿蜒穿行。它被称为台湾最美的公路。它的动工年代可以追溯到140多年前。1874年，沈葆桢调集清兵，分北中南3路，开始艰难困苦的开山逐鹿工程。北路就是这条苏花公路的前身，逐鹿大军先后由台湾道夏宪伦和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率领，从宜兰苏澳开到花莲奇来。南路分别由海防同知袁文妥和总兵张其光率领，分2路从屏东推进到台东卑南。中路开工稍晚，由总兵吴光亮统帅，从南投临沂埔往东，横穿中央山脉，通向花莲璞石阁，打通前山和后山。这是距沈葆桢开山逐鹿80多年后，1950年代后期台湾中横公路施工的历史尽头。1万多退伍军人在这样险峻的地势，以如此简陋的工具开山凿岩。3年多的施工中，702人伤残，212人死于坍方坠崖、飞石夺命，大约每公里就付出1个老兵的生命。由此可以推想，沈葆桢那时的逐鹿更有多险多难。当时开山五荒是很艰苦的，台湾当时是人家很怕去的地方，因为山力也很水土不服，同时呢，这个申荒经常会袭击他，但是死的很多了。整个开山队伍仅仅是开工头5个月里，就有近2000名将士丧失了生命。沈葆桢的3路开山大军同时肩负着抚番的任务。开山和五荒连在一起，因为开山就无法五荒，五荒的话就必须开山，就2个连在一起。沈葆桢提出的抚番包括选土木、查民户、定民业、通语言、进酬沙、交耕稼、设番学、变风俗等等11项措施。这些主张用通俗的汉字编写成这本《训番俚语》，它由沈葆桢和福建巡抚王凯泰共同建审，作为番学堂的通用课本。这批台湾番俗图是传正学生所绘，当时后山地区所谓生番的状貌形态、居住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猎人头的习俗等等，被画笔记录了下来。还有抚番第一线的场景描绘，崇山峻岭间，一条新开的山路，驻扎着清兵营帐，几个生番头目前来表达规划之意。
剃发归顺之后，府藩官员往往赏以衣装和类似这样的奖牌。开山抚番当然包含着屡屡发生的流血冲突，但台湾全面开放的格局由此形成。1875年11月，随着中路的贯通，开山竹路工程全线完工。北路205里，南路240里，中路265里。沈葆桢以1年时间里开路700-800里，平路宽1丈，山道宽6尺，动用兵力19个营。台湾的本来是这样分2块地，西部是汉人居住的地，东部是藩地，禁止汉人进入，是禁区啊。1875年1月，沈葆桢乘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奏请将一切就近禁予开货。沈葆桢的谏言被全盘采纳。1875年2月，清廷传来懿旨，所有从前不准内地人民渡台各例禁令，全部解禁。现在开了，开禁了，沈葆桢开始开禁，就是整个台湾呢，全部都开放了。自此，台湾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这个海天清澈的地域，名称叫做垦丁。沈葆桢在厦门、香港、汕头等处设置招垦局，招工来台垦拓荒地，以促进内山开发。据说这里来了许多开垦的壮丁，垦丁因此得名。恒春古城国际民谣节，摇滚乐手将他们的演出背景选择在这座老城墙之下。在与日军对峙于廊礁的时候，沈葆桢就派人前来勘察地势，筹划在廊礁地区建一个海防门户，并设立限制，以便将军事防御和行政权力往南延伸。一座新城就这样紧锣密鼓地规划好了。1875年1月，沈葆桢来到廊礁，敲定城建方案，并为他选择了一个温馨而又颇有寓意的名字——恒春。除了最南面的恒春县城，沈葆桢还在北部设了3个县，开了一座府。县是新竹、宜兰和淡水，府就是台北府。府城的地点，沈葆桢选在艋舺。光绪5年，台北开府。同一年画就的这张地图，已经在艋舺的位置标上了台北府字样。但大稻埕已经繁荣了起来，希望把府城建在他那边。最终，府址改在艋舺和大稻埕中间一大片水田和沼泽地之上。应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方案，不仅可以平息艋舺和大稻埕的建城之争，又能将这2个世界的繁荣相连一气。台北府城的规划和筹建过程就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首任台北知府陈兴聚做了大量的工作，夯实地基，筹措银两，可谓呕心沥血。福建巡抚岑玉英2度赴台，最终拍板了总体规划。台湾兵备道刘鏊则认为这份规划有问题，后无祖山可平，一路空虚。刘鏊精通堪舆之术，他以大屯山第一高峰七星山为准心，将台北城的中轴线往东北旋转了13度。据说这是上佳的风水。光绪8年，台北城终于破土动工。而动工之时，
沈葆桢已经去世3年。沈葆桢是在1875年8月22日离开台湾的。他以奉诏督办南洋海防的身份出任两江总督。在前往江宁赴任途中，他带着他的传正学生们绘制的这批画作，在上海精心装裱后，托人送达朝廷。这些绘画是沈葆桢奉旨在台湾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除了36幅番俗图之外，另有一张台湾全图。它与以往的清朝台湾地图已完全不同，照西法测量远近，标有经纬线，并且前山与后山相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台湾。沈葆桢在台湾仅仅待了短暂的1年多时间，但台湾因他而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格局。史家连横有一段评语说得很中肯：西江增利，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固不委于。2009年，台北市政府中庭取名为沈葆桢厅。清光绪10年，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台湾。法国入侵越南，引爆中法战争，战火开始向中国东南沿海蔓延。台湾被法国看成势必拿下，用以逼迫清政府偿付巨额战争赔款的抵押品。中国面临又一次海疆危机。6月，一位卸甲归田的淮军老将被朝廷火急召往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在2天内2度召见了他。他是刘铭传。刘铭传，安徽肥西人，小时候得过天花，侥幸存活，脸上却留下麻点。又因在家排行老6，所以人称刘六麻子。他是一个农家子弟，而且少年时候犯过私盐，对吧？曾经杀过土豪。杀土豪、办团练、拉队伍，从草莽英雄，最后成为李鸿章淮军系统中的一员猛将。但因为出身低微，加上没有科举功名，所以一般人也看不起他。虽然很能打，26岁打下长洲以后就变成直隶提督，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军事司令。那么武功已经到了最高了，所以打完了年纪以后，觉得他提拔不出来了，他已经到顶了，他就浩然归里。刘铭传以头风病为由辞官而去，回到安徽肥西刘老于他的老家。这种情况下回去以后呢，一度是很放浪，所以李鸿章也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叫他多读古人书，尽思天下事，后10年数年世界靠你来服侍。李鸿章的话应验了。归隐14年后，49岁的刘铭传临危受命，再次出山。1884年7月12日，刘铭传到达上海。此前6月26日，清廷任命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非常凑巧，同一天，法国组建远东特混舰队，海军中将孤拔被任命为总司令。7月间，中法双方谈判代表先后到达上海。法国方面已得知刘铭传将从上海赴台，他们做出部署，准备在吴淞口外截杀刘铭传。
到达上海的刘铭传多了一个头衔——清朝的谈判副使。他展示给外界的形象似乎更像个酒徒，在公馆里连日置酒高会，对赴台行程答非所问。2天后，7月14日是法国的国庆。上海的法国人要热闹过节，悬灯欢庆。一场午宴后，那个更像是酒徒的刘铭传从法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他换上便装，乘一条小舢板，悄悄登上海燕号游轮，带着他自己的134个亲兵旅夜赴台，他是要去建功立业。2天后，7月16日，刘铭传出现在台湾基隆。军情已经万分紧急，一到台湾，刘铭传就马不停蹄到北部防线视察。他判断法军将在基隆登陆，因为清朝官办的煤矿在基隆，法国远东舰队急需这里的煤矿作为燃料。刘铭传刚到基隆的时候，他也知道这边非常重要，所以他派那个总兵呢叫曹志忠来赶快来整建这个地方，可是来不及了，那战争就开打了。1884年的8月5日，法国舰队副司令李士卑斯率3艘军舰进攻基隆。基隆海口的几座清军炮台全遭法舰摧毁。第2天，法军开始登陆。一支海军陆战队大概有400个兵力上那个大沙湾那个岸上来。刘铭传在第2天呢，他就召集了大概将近有1000个兵力然后把他们赶下去。刘铭传率清军守将曹志忠、张高原击退法军，出战小捷。1884年7月中旬开始，孤拔率舰队以游历为名，分批次驶进福州马尾军港。8月23日午时，马江上的法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福建船政水师11艘军舰有9艘被击毁，另2艘搁浅沉江。仅仅半小时，船政水师全军覆没。法军继而炮击马尾船厂，由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派要员惨淡经营10多年建造起来的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遭到重创。马尾昭忠祠这座大墓埋葬着马江海战殉难的700多位福建船政水师官兵的遗骸。辖马江战胜之余威，法国远东舰队再次出现在台湾洋面。基隆遭法舰多日炮击，于10月4日被法军占领。但法国人得到的是一片废墟，他们急需的煤矿已经被刘铭传下令销毁。孤拔在进攻基隆的同时，派出4艘军舰驶向沪尾，准备发起进攻。接二连三的紧急军情从沪尾传来，已由不得刘铭传再犹豫了。他不顾将领们的激烈反对，断然下令部队星夜撤离基隆。那他就把基隆的所谓主要的这些防守的兵力呢，就全部都移到淡水那边去，所以叫所谓的弃机保护。从基隆前线撤到台北的刘铭传，在艋舺龙山寺外被愤怒的民众拉下了轿子，挨了打，还一度被扣在这座庙宇之内。因为地方人士认为，他一撤军，可能整个防守会崩溃，那么法军一进来，可能台北就完蛋了。而刘铭传想保卫的恰恰是台北。沪尾与台北仅隔30公里，沪尾若失，法国军舰沿淡水河即刻就可以进入台北。为阻止法舰沿河入侵台北，镇守沪尾的福建漳州镇总兵湘军将领孙开华，
在淡水河口沉船，填石塞港，布下水雷。10月2日，法国军舰向护尾发动猛烈炮击。10月8日，法国海军陆战队600多人登陆护尾，护尾保卫战打响了。孙开华率领卓胜营官兵主动出击，虽然他的兵力并不多，就1000多人，但绝不仅仅这1000多人。台湾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乡勇也投入了战场，协助清朝正规军拼死杀敌。西仔来打咱台湾，大家全力来打翻，这是当时台湾军民共同抗击法军的口号。法国海军陆战队吃了大败仗，伤亡惨重。台湾军民保住了护尾，这场战役因此被称为护尾大捷。日渐没落的大清王朝终于迎来一场久违的胜利。法国指挥官乌巴将军的话，不再想象能够占领整个台湾，他接着就对台湾进行封锁啊。一支西方舰队，区10几条兵舰，数千号人马，就切断了台湾和大陆的联系。就连清朝补授刘铭传为福建巡抚的圣旨，都只能靠福建的民船冒险偷渡送达刘铭传手中。那几个月是台湾的一段艰难岁月，物资奇缺，财政困顿，民情浮动。刘铭传只能依靠台湾自身的力量来稳定社会，应对战争。台北府城就是在1884年这场战争的烽火中仓促建成。台北城在大南门之外还建了一座小南门，据说是专为板桥的林家而开。台湾最有钱的家族居住在这里，掌门人名叫林维源。当时诸多的官绅民众为疏解台湾的困境，纷纷解囊相助。林维源却一走了之，到厦门去了。刘铭传为此伤透了脑筋。板桥林家并非吝啬之辈，这里是林家在故乡漳州龙海所设立的义庄，以台湾43甲水田的稻谷收入，善给同宗族人贫乏之用。这个民间慈善机构从1821年建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共延续4代116年。多年来，板桥林家为台湾的海防、城建、矿物、铁路、赈灾等等捐资已何止100万，他们实在有点不堪重负了。但因全台为迫，林维源隔海筹挪，终于再认捐20万元巨款，不禁让刘铭传大为感动。另一位林家的人物也让刘铭传感叹不已，他是台中雾峰的林朝栋。枪炮声没有停息，在封锁台湾的同时，法国调来精锐的非洲外籍兵团援军，试图跨过狮球岭，沿基隆河攻入台北城。那刘铭传利用山区游击战的形式，阻绝了法军攻占台北。林朝栋组织了一支500人的洞军，奔赴狮球岭前线，协助清朝正规军作战。那个是在一个春天哈，春天那个北边多雨嘛，那当时清朝的官兵非常辛苦装备当然不是很好，甚至打赤脚打赤脚。那时常下着雨。原来还穿着雨衣，最后连雨衣都没法穿了。林朝栋他在雨中挥刀这个指挥，是吧？伤亡很惨重。在那次打仗他那个洞子军差不多都消耗殆尽。林朝栋在战场上的表现，让刘铭传刮目相看。战事呈焦灼状态，法军始终无法进入台北。于是，在1885年3月底，
攻占了澎湖。中国南边传来好消息，清军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西元1885年4月4日，中法议和。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6、7月间，法军由澎湖和基隆撤离台湾。其实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台湾军民大家合力来打翻的结果。1874年，因为日本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引起清廷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法战争，台湾成了一个主战场，再次搅得大清朝举国不宁。于是，清廷掀起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讨论结果就一定要加强海军，一定要加强台防，台湾很重要。结果最后就定出来要建省。1885年10月12日，清廷连发2道懿旨，一个就是设海军衙门，一个就是台湾建省。可以说加强海防，促进了台湾建省。福建巡抚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台湾巡抚。但是这个命令下来之后，当时反而在台湾的刘铭传觉得说这个地方藏囊建省。他说：“先不要设省，当我们把一切事情做得好了以后，我们再来建省。那背后就是说，台湾过去是在一个福建省之下的，所以很多地方都受到福建的支援，不管是财力、人力、物力。那一旦分省，就怕福建就不管了，那怎么办呢？”当时的闽浙总督名叫杨昌俊。杨昌俊也是个很有大局意识的人，也可能是由于他的老首长左宗棠的交代，所以打消了刘铭传的顾虑。然后杨昌俊和刘铭传两个相谈甚欢，两位大员推诚相见，力顾大局，使得闽台分治的诸多难题得以顺利协调。而两人谈出的最大成果，是解决了台湾建省的最大难题，也就是钱的问题。就是福建省每年协济台湾44万两银子这样一个计划，最后落实了。整个时限是5年，一共是220万两银子给台湾，帮助台湾解决建省初期的一些财政上的一些问题。按照清廷的指示，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连成一气，所以建省后的台湾全称为福建台湾省。台湾巡抚的正式称谓是福建台湾巡抚。那怎么样把台湾建设好？其实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做军事布防。法军刚一退去，刘铭传片刻未歇，立刻启动一系列国防工程的大建设。淡水的护卫炮台开始动工，刘铭传重金聘请德国技师巴恩士负责督造，门额上“北门锁钥”4个大字是刘铭传所题写。他希望这座炮台能够成为守好台湾北大门的一把钥匙。这类新式炮台，刘铭传总共建造了10座，除了护卫，另外9座分别在基隆、安平、高雄和澎湖，被称为台湾的咽喉。但一向防务薄弱的澎湖，一下子就建了4座炮台，所有新建的炮台都安装了当时堪称先进的阿姆斯壮后膛炮和克虏伯火炮。当然，设防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设防，它包括很多的内容，比如建这种新式电报、这种海底电缆。1886年，水陆电线同时开始动工铺设，刘铭传将此称为
目前万不可缓之急途。前后3任台湾近代化运动的重臣为此付出努力。刘铭传则以1年时间，在台湾统计水陆涉县1400余里。现在他整个把台湾连贯起来，甚至跟福州连在一起了。通往福州的海底电缆，从台北护尾到福州马尾的川石岛，全长117海里，耗银22万两。1887年7月动工，2个月竣工，同年10月11日投入营运。从此，海峡两岸开始了直通电报的时代。除了加强防务，刘铭传还要设电、购轮、造桥、修路，以通南北之游，理屯、兴垦、开矿、取材，以兴自然之力。刘铭传可谓雄心勃勃，但问题在于，要做这么多的事，钱从哪里来呢？刘铭传曾经到过雾峰林家这个大院，因林朝栋在抗法战场上的优异表现，刘铭传向朝廷保举，将他擢升为候补道台。升官加爵本是大喜事，但林朝栋似乎并不领情。他禀告刘铭传，宁愿放弃这份官职，以换取为林家一桩陈年冤案的洗冤昭雪。林家几乎是倾家荡产打这个官司。素知官场险恶的刘铭传，当然清楚这个案子的水有多深，但还是写了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奏折，希望朝廷能将林文明罪名摘除。清政府以此案已经奏结为由，没有同意，但桀骜不驯的林朝栋对刘铭传领情了，由此鞍前马后，效力驱驰。与雾峰林家百年浮沉、大起大落的命运不同，板桥林家可谓百年不衰、顺风顺水。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有一个深谙发财之道的祖先，林维源的祖父林平侯。林平侯是福建龙溪白石宝吉上村人，大约在乾隆43年16岁时来到台湾投奔父亲。他的父亲林应营在3年前来到台北新庄当私塾教师，也兼带卖灯油。教书匠林应营没让儿子读书，而是把他送到一家米店去学卖米。林平侯很幸运，他遇上一个好东家，名叫郑谷。这个郑谷发现林平侯很有经商天赋，知道他不是池中之物，就借给他一些本钱，让他自己开了一家卖米的店铺。不久之后，也是遭遇了那场林爽文事件，战乱导致米价腾贵，卖米的小老板林平侯因此捞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由此而发家。嘉庆23年，已经53岁的林平侯带着全家从新庄迁徙到大科坎，也就是今天的桃园大溪。大溪位于大汉溪中上游，水运便捷，山林广阔。林平侯早已看中了这里的好山好水。此时的林平侯身份已经大不相同。40岁那年，他通过纳捐步入仕途，几年间当到了广西柳州知府，官居4品。林平侯因此也就成了一个红顶商人，这对他的垦拓事业极有好处。此官返台后，林平侯在大溪开始大手笔的圈地开垦，林家进入土地扩张时期。有关林家在大溪的土地开发，留下一段插曲记录，留在大溪福仁宫这块石碑上，说是大科坎远近各庄有一块发祥之地，叫做龙过脉。林家具有了这块土地，打算在这里动工开发茶园。在地的士绅就哎呀不得了了，居然开发到我们大溪的龙脉了，我们大溪的风水断了怎么办？在地士绅于是联合起来抵制，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不得在龙脉上动土。桃园大溪国小这一带是林家在道光4年所建城堡通义地的遗址，林家后人在此立了一块碑，林本源发祥之地。为什么叫林本源呢？因为他林平侯他有5个孩子，
那么他每一个小孩就给他一个商号一个记号，就是饮水本思源。那以第3房跟第5房就是本纪跟原纪最出名，所以后来就称为林本源，代表着整个林家。林本源家族在咸丰3年下了山，迁居到今天新北市的板桥。这3落大厝就是在那一年落成的。大溪开发35年，这个家族已经成了台湾最大的地主。又是30多年过去，光绪12年，林平侯的孙子林维源重返大溪，刘铭传成立了台湾府垦总局，自兼府垦大臣，奏请朝廷让林维源当自己的副手，出任台北府垦事务帮办的要职。府垦总局设在林本源发祥之地大科坎，这条老街因为是总局所在地的缘故，开始兴旺起来。而总局衙门就在林家的城堡通义地内，林维源以奉旨帮办的显赫头衔坐镇于此，掌控北台湾的府垦事务。雾峰林朝栋则被刘铭传受命为办理中路营务处，兼统洞字兵营的军政要职，统领他的洞字军，主要负责台中地区的府垦和治安。从府垦开始，林维源和林朝栋成为刘铭传在台湾推动自强兴政最为倚重的帮手。所谓府垦，也就是府藩和开垦。10多年前，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台湾开始推行开山抚番的举措，但直到刘铭传主政初期，占台湾全省面积约60%的番地，还是政府的政令难以到达的地区。不打破汉番隔离的状态，建省后的台湾行政就难以统一，大量荒芜的土地就无法开发利用，府垦的成效是显著的。光绪14年12月，刘铭传向朝廷奏报，台北地区垦辟新旧荒圃至7万余亩，淡水县丈量3万余亩。此外，台北沿山番地种茶开田，已无矿土。但府垦过程中残酷的兵戈相向，流血冲突也无可避免。光绪19年，清廷为祭祀清兵和番民双方的死难者，在大科坎建昭忠祠。刘铭传的继任者邵友莲写了这块祖斗同荣匾，以示对民番一视同仁之抚恤。这是刘铭传发布的清障土地清理田赋的告示。光绪12年、光绪13年、光绪14年，台湾的很多土地当时被地主们隐瞒了，就是用隐田，不跟国家上税。土地的总的情况是一笔糊涂账，所以说刘铭传提出要清赋，也就是把那些隐匿之田重新丈量出来，增加田赋，以增加国家收入。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以台湾之财供台湾之用，以台湾自有之力养台湾之民。光绪12年，台湾开始大规模清障土地、清理田赋，这件事持续了3年多。清障出来的民田从之前的77万亩猛增到477万亩，田赋也由原来每年18万两增至67万两。台湾地方财政年收入则达到白银200万两左右。这是全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土地普查，而台湾也成为当时第一个完成茶田清赋的省份。这个政策的推进过程中，曾经激起一场民变。光绪14年10月，彰化县因清障引起官民纠纷，一位名叫施九段的人物率数千民众包围了彰化城，史称施九段之乱。最终，刘铭传靠着林朝栋的武装，才平定了这场危机。事件平定后，刘铭传只惩办主谋，不追究跟随起事的一般民众。民众们知晓林朝栋从中起了作用，彰化24庄居民特送此匾，得同再造以感恩。刘铭传曾经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就说你只知有国，不知有家。这样的呢，后来就把台湾的樟脑专卖权给了雾峰林家。
樟脑与糖、茶并称为清末的台湾三宝，但樟脑市场长期被英国人所垄断，刘铭传果断地将其收归官办。1886年在台北设立官脑总局，实行专卖制度，使政府财政大为增加。而获得樟脑专卖权的雾峰林家，当然也是获利颇丰。所以雾峰林家财产它膨胀起来的，跟那个樟脑专卖权有很大的关系。雾峰林家经历5代起落沉浮，终于达到鼎盛。林朝栋开始大规模地扩建父亲盖起的这座宫保地，从而给台湾留下一座最大的清代官邸。与宫保地相邻的这座豪门是林朝栋的堂叔林文清的府邸。林文清弃武从文，考中了清末台湾最后一届举人，而林文清的儿子林朝栋的堂弟林献堂，则在后来的日据时期成为台湾民族运动的领袖。北边的板桥林家也开始大兴土木。林维园从光绪14年开始建造这座私家花园，参照了苏州园林的造景方式，整座园林占地5500平，历时5年完工，是清代台湾规模最大的建筑。在刘铭传主政台湾期间，林维园结成相助，板桥林家也因此步入最辉煌的时期。这座极尽繁华的花园就是一个象征。而板桥林家所拥有的土地，每年田租达50万担，可谓富甲台湾。在土地的开垦上，还有对刘铭传的这个统治的这个资源上，板桥林家或雾峰林家是出了很大的力气，所以叫做官绅合作。那个时候是官绅合作，关系最好的。那当然，你要林家做出这么多的贡献，总是帮助政府，政府也会给他们一些好处嘛。所以到刘铭传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台湾最大的家族。台湾2个超级家族就是这2个林。到台湾做生意的洋人日益增多，刘铭传找到林维园，还有茶叶巨商李春生，请他们出资建一个洋人区，以便招商兴市。于是，在淡水河边有了台湾第1条洋人街，也就是今天的台北贵德街，当时名叫建昌街和千秋街。这条300多公尺的小街，今天已经显得清极狭窄，但当时却是一条流淌着滚滚财富的金街。台湾茶叶创造的经济奇迹，到刘铭传时期达到了鼎盛。茶商们大概没想到，巡抚刘铭传不仅关注茶叶市场的动态，并且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因为台湾茶开始崛起，那时候同业之间难免有杀价竞争啊，或者是有些不良的成品啊，有点影响到市场秩序。所以在1889年的时候呢，台湾巡抚刘铭传呢，他就下令来成立一个叫茶交永和兴的组织。交就是交行的交，就是茶叶的同业组合。那这个组织的目的呢，当然就是要团结同业，扩大生产。那当然最重要是要防止这个伪劣的情况出现，统合业界的力量，然后维持市场的秩序，同时共同去打开国外的市场。茶交永和兴最终发展为台北茶商公会，茶商们供奉的茶交妈祖，见证了台湾茶叶从无序到有序发展的历程。台茶的辉煌100年延续，一直到今天。台湾有南糖北茶之称，南部的蔗糖素来为台湾出口之最，但从开港之后到刘铭传时期20几年时间内，
情况发生了变化。那结果是北部的茶给这个台湾带来的外汇比糖来的多，茶叶出口的量或是出口的价，这个数据上摆出来，实在是这个一帆风顺。我们说它几乎都是这样子很漂亮的一个直线在上升的。在筹划台湾建省之初，刘铭传与闽浙总督杨昌俊共同把省城选定在台中，并在大墩路这一带启动城建工程。但形势比人强，茶叶贸易导致台湾经济重心由南向北转移。刘铭传在台北的建设加速了这个进程，并且因他常驻台北的缘故，台湾的政治中心也随之北移。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后来把台湾的行政中心就移到台北来，是这么一个背景。1894年4月，台湾的省会正式由台中改为台北。台北北门内的这条街名叫府台街，这是刘铭传的官轿时常过往的地方。那时这片衙门还没有建起，巡抚刘铭传没来得及给自己盖官署，他和家眷随员在很长时间都住在今天中山堂对面的淡水县署内，住房狭促，但他所在的这座城市则面貌日新。1886年3月，北门外建成军装机械局，它是台湾第一家近代化军工企业。之后，刘铭传又在小南门内建起机械火药局。街头出现了洋包车，这是当年除了京城和十里洋场上海滩之外很少见到的时髦货。道路拓宽了，铺上了石板。西门内的这条街被称为石坊街，因为街心这座急公好义石牌坊而名。牌坊后来移到了228和平纪念公园。这是刘铭传为表彰台北士绅洪腾云独资捐建台北考棚而奏请朝廷下旨赐建的。洪腾云捐建的考棚位于东门外，今天的凯达格兰大道。武夫出身，没念过几天书的刘铭传，却必须总管全台湾的文化教育了。因为当时候在台湾的巡抚是要兼这个学政的，所以他其实是当时候相当开明的一位武将啊。然后他又是可以读书写诗啊，所以我们觉得他的文化水平也是可以的。我们这两个方面其实都不差。从他题写的这幅楹联，可以评估一下他的学养和书法水准。行文笔触间，称颂郑成功勇始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这大约也寄托了刘铭传自身的怀抱。1888年，刘铭传在台北创立了新式公司，装置蒸汽燃煤发电机，点燃了台湾第一盏电灯。电灯装设后，日夜通明。台北民间于是有了一句俚语：钦差已经点灯火，灯火点来叫月光。刘铭传用了很多新式的玩意儿用在台湾，带领台湾的现代化，刘铭传的铁路，刘铭传的机器制造局，刘铭传的电话电线，电灯也有了，人力车也有了，澡堂也设了，他也设了西学堂，还设了番学堂，就是只要他能想到，他都去做。所以很多的欧洲人说奇怪，中国人怎么会有这么一号人物？
台湾的铁路始于刘铭传。刘铭传是个铁路迷，他曾在光绪6年上奏了一份奏折，提出筹造铁路以图自强。这是中国第一份主张大规模修筑铁路的奏折，激起了轩然大波，掀起清朝的一场铁路大讨论。那时，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铁路和蒸汽机车被看作是西方人的奇技淫巧，认为修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现在，刘铭传要把当年无法实现的铁路梦在台湾实现。1887年3月9日，刘铭传在这份拟修铁路创办商务奏折中，台湾铁路在大稻埕破土动工，原先计划投资100万，逐路600里，从台北修到台南，但遭遇的困难大大超过了刘铭传的预想。最先修的是基隆至台北的线路，这一段中间横亘着一座狮球岭，这里地质状况复杂，开凿极为困难。打通狮球岭隧道的艰难任务交给了清军兵工，重金从英德聘请来工程师当顾问。刘铭传多次前往现场监工，但施工进展仍不如人意。一群在美国修过铁路的华工也应聘而来。在铁道施工过程中，他们有了一个惊动台湾的发现。这个地方名叫九份，因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悲情城市》在这里拍摄而广为人知。如今成为旅游热线的这个山间小镇，据说最初仅有9户福建移民，每次外出购物，每样都要9份，渐渐便形成了九份这个地名。传说修筑基隆铁路桥的几位华工，某日吃过午饭，到桥下河边洗碗，无意间发现水中有黄金般的点点沙粒顺流而下，是沙金。这些见识过美国西部淘金狂潮的人，断定这一带一定储存有金矿。消息传开，各地淘金者蜂拥而至，沿着溪流，终于发现了金矿的矿源，就蕴藏在九份这片连绵的群山底下。从此，这里就逐渐成了台湾最大的金矿产区。这是修铁路的一个意外收获，也是一份大礼。当然，开金矿的盛况，刘铭传无法见到，但开煤矿却是他实实在在想做的事情。在修铁路的同时，中法战争时期被迫销毁的基隆煤矿也开始重建。在开矿的过程当中，他进行了大胆的招商，从国内招商、海外招商到交给洋商承办。这是刘铭传与承办煤矿的英国商人拟定的合同，如今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份对外招商合同。不过，这仅仅是刘铭传向朝廷请示的文本，并未签署，但白纸黑字埋下他日后危机的祸根。火车离台湾人越来越近了。淡水河上出现了台湾第一座铁路大桥，它由华侨营造商张家德设计建造，1889年5月竣工，全长448公尺，当时为亚洲最长的铁路桥。火车站也建好了，当年叫做大稻埕火车票房，地点在今天台北市立医院中心院区这一带。最早的台湾火车票居然是这样的，它以最早的台湾邮票为替代品。台湾邮政的开创者是刘铭传，他于1888年3月成立福建台湾邮政总局，这是中国独立自办近代邮政的开端，
比后来清朝官办邮政早了8年，但刘铭传太超前了。那时台湾人还不太适应这种新潮的寄信方式，所以这批专门从英国订制的龙马邮票只好改作他用，变成了火车票。从1887年至1893年，耗时6年，台湾有了第一条铁路。它从基隆经台北到新竹，全长99公里，占当时中国铁路总长的1/4。从德国购买的2部蒸汽机车运抵台湾，刘铭传将它们分别命名为腾云1号和裕丰2号。在今天的台北228和平纪念公园，还能见到腾云1号的真容。清朝巡抚刘铭传于1888年由德国引进台湾第一辆火车头，当时火车行进的速度看来犹如腾云驾雾御风而行，因此台湾的第一辆火车头即命名为腾云号。让我们来回味一下怀念的蒸汽火车声。我告诉你，不管是这个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或者日本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整体的评价，就是刘铭传把台湾建设成中国最现代化的省份之一。在台湾近代化过程当中，像沈葆桢、丁日昌都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真正最后集大成者是刘铭传。刘铭传他是台湾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师。从1890年6月起，刘铭传连上4道奏折，请求朝廷解除他的台湾巡抚一职。他表明他的身体完全垮了，卡血不止，手足麻木，左目已盲，右目昏暗，已经到了咫尺不辨人形的程度。一生曾5度称病辞官的刘铭传，这回真的因劳成疾，百病缠身。而另一个原因是，基隆煤矿对外招商被朝中反对者认定是刘铭传要拱手让利与洋人，刘铭传背上一个百口莫辩的罪名，遭革职留任。1891年6月4日，刘铭传离开了台湾。他在台湾头尾待了7年，曾经怀抱一腔宏愿，以一岛击国之富强，以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把台湾建设成为模范省份。而且他是殚精竭虑，他马不停蹄的在跟时间赛跑，他的赛跑的对象，他的竞争对手是日本，是西洋。最令他担忧的是北方的日本。他曾在基隆说过一段话：欲重生者是我们的大对手，他指的日本方向，而且不出10年，我们要争不过他，我们要变成他的俘虏。他的话不幸应验。离开台湾仅仅4年之后，日本便侵吞了台湾。消息传来，刘铭传悲愤交加，在病榻上残喘8个多月后怆然而逝，终年60岁。1890年末，在即将离开台湾时，刘铭传做了他在台湾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把他一手创办的西学堂和番学堂搬到了新建的校区，2个学堂相邻相傍，大致的地点就在台北西门城楼、宝城门这一带。番学堂是为培养少数民族子弟，以其融合汉番关系，而西学堂则是着眼于培养建设台湾的新式人才，这是他的愿景。为此，临行前，他把朝廷历来给他的巡抚养廉银全部捐给了这2个学堂。走的时候是两袖清风走的。
在台北建成130周年的时候，他的身影又出现在台湾。有人为他重新塑造了一尊雕像，没有首任福建台湾巡抚的威严气势，更像是古早故事里的一个清朝老阿公。当年台湾亮起第一盏电灯的街路上，他在灯火阑珊处。